乌克兰即将获得 M1和豹2坦克，增加几百辆坦克，能不能够影响战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英国率先向乌克兰提供14辆挑战者2坦克，果然如愿以偿，带动了其他欧洲国家把自己的装甲力量拿出来提供给乌克兰。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是一直没有点头同意别的国家向乌方提供德国造的各自军队中的豹2坦克，现在呢也顶不住各国压力了，只能开绿灯。而且呢，要避免自己显得太另类嘛，也要从德军中第一批拿出14辆豹2 A6 坦克，然后后续陆续要总共提供80辆。为了让德国点这个头，美国也要提供至少31辆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但具体是哪种型号的埃布拉姆斯呢？我们还不清楚，因为美军自己用的 M1 系列从 M1A1HA 开始，到现在的 M1A2 SEP2 以及更新的 SEP3 都是配备贫铀装甲的，而出口给其他国家的 M1，比如波兰版的 M1A2 SEP3 是不能够配备贫铀装甲的。所以美国要把自己的库存提出来提供给乌克兰的话，必须要对装甲进行替换，要把贫铀装甲替换成新的高性能陶瓷复合装甲，这个呢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再有就是西班牙可能要拿出53辆豹2，再加上各个欧洲国家的捐献，首批提供豹2坦克的数量可能会超过100辆。现在呢，法国也开始考虑要提供勒克莱尔，后续美国还有可能翻修改造更多的 M1，输送给乌军前线。那么就有人要好奇了，这是西方坦克跟俄军坦克到底谁的性能更好一些？其实呢，俄军新坦克它的新炮新弹的性能据说还是能够跻身国际最先进水平，但是装备数量很有限。西方援助这些坦克呢，跟俄军那些比较老的特72、特80、特90比较，性能上是有明显优势，比如战场感知能力、车技信息化水平、弹药威力等等。这里有个参考比如按照解放军角度来看，我们对俄罗斯坦克的火控弹药水平很早以前就不大看得起。俄军现役主力的125穿甲弹对我军99坦克正面主装甲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用几年前军内某科研单位的话说，就是俄军坦克炮口顶在99坦克脑门上开一炮，那可能都没戏。当然这个话是否准确呢，是科研单位的观点，我个人不做保证而且现在是中美德等国算是在第一梯队并驾齐驱，所以参考解放军的评论就可以判断美德两国坦克能够对俄式坦克构成什么样的压力，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乌军坦克面对俄罗斯坦克相对落后的局面。但是这么大一个战场不到200辆坦克能否影响战局，这就是如何使用这些坦克的问题。比如是分散使用，加强各个战场的力量，还是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拳头？是用到顿巴斯跟俄军对着消耗呢，还是争取到别的地方寻找俄军战线的软肋呢？显然，如果把这些坦克分散开，对乌军反而是灾难，因为这些西方坦克必须有自己独立一套后勤保障体系，跟乌军原有的是不兼容的。总不能让前线的乌军到处给这些西方坦克单独储备弹药跟零部件，而且这样使用呢，拆开了更没法发挥北约坦克跟其他的北约火力高效配合的信息化作战优势。所以更合理的方式，我估计应该是用这些坦克加上新的自行火炮武装直升机，编成新的北约样式的重型装甲旅，形成新的拳头。而且我们再回顾过去几个月战争历程，我怀疑乌方又是跟上次一样，用原有部队不惜空间和人力的逐步消耗，跟俄军拖时间，争取新组建部队能够完成换装训练，然后成建制投入战场，对俄军战场进行一个突破切割，而后包抄，再度形成赫尔松或者是伊久姆反攻那种态势。而且为了避免在俄军具有一定优势的地方过早消耗这些力量，给俄军送新车，新的重装旅可能不是去顿巴斯地区，而是会首先出现在南线，争取切断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俄军与东线的陆地联系。如果这么干的话，那么对战局可能有重大影响，对俄军的士气也可能是一个重大打击。当然，俄军呢也得到了一些国外坦克，比如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了一批印度版的特 90S， 这些特 90S 坦克是印度送到俄罗斯进行升级的，结果被俄军拎上火车，扣上了俄军的帽子，糊里糊涂运到了乌克兰，就当上了俄军。